在冷战期间，美苏都开发了针对坦克等地面重要目标为主要作战对象的攻击机 A10与苏25，二者一直服役至今，并在各自的战场上取得了不俗的战果。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二者孰强孰弱？今天火力军就来聊聊这个问题。虽然这两款飞机都是攻击机，但使用的理念不同，一款要求长时间滞空，一款是一击脱离，一次性倾泻火力。如果非要分个强弱，最强的那个一定是 A10。作为美军在中东战场的对地火力打击支援主力机型， A10相比 F16、F15 这类机型有着更高的性价比，与 F16 相比有着差不多的载弹量，还有 F16 没有的强大对地火力支援优势，而且使用成本更低。特别是 A10机头装备的那门 GAU-8型7管加特林机炮，搭配平右穿甲弹，攻击地面坦克等装甲目标极为轻松。同时 GAU-8型机炮的精准度极高，在近距离支援时具备极大的优势。地面上的士兵只要能隔开一条马路的距离，就敢呼叫 A10从空中攻击对面的坚固目标，而这对于机炮火力不足，主要依靠火箭弹和炸弹对地攻击的苏25来说，是相当难以想象的。750发的炮弹储弹量也使 A10能够在空中连续发起多次机炮射击。A10两侧机翼可以挂载美军大多数对地攻击型导弹，其最大载弹量达到了 7.3 吨，武器挂架数量也达到了11个，并且 A10在持久自由行动中就已经有目标吊舱了。在有目标吊舱之前，1989年代的 A10A 靠 AGM-65D 的红外引导头也是有理论上的全天候作战能力。A10在拥有强大进攻能力的情况下，其天生的装甲防护能力也是相当的出色。比如其借助平直翼不仅拥有出色的低空低速飞行能力，而且位于机身尾部两侧的发动机间距很大，就算是被地面火炮击中某一台也不会影响正常飞行。而且 A10的座舱防护能力更是相当出色，其整个座舱全部用钛合金装甲制成，等于是飞行员坐在一个钛合金制成、拥有优秀防护能力的顶级防护浴缸内。而且作为战场支援的主力机型， A10攻击机除了拥有优秀的防护能力外，额外的自卫武器也不少，比如其装备有包括雷达箔条、红紫外等多种软杀伤自卫武器，而且 A10也拥有超过500公里的作战半径以及高亚音速飞行速度优势。可以说，作为专职对地火力打击的支援机型， A10无论是在火力打击还是在防护以及作战航程和飞行速度等方面都相当优秀。当然 A10虽然不能和 F16战机一样超音速飞行，但是却有着前者不具备的低成本使用优势，这在需要频繁起降执行火力打击支援的战场，更低的作战成本反而是好事。了解完 A10，我们再来看看 Su-25。作为苏联最后一款鼎力之作， Su-25的性能也是可圈可点。比如其作为专职对地攻击机型，除了拥有攻击机常有的低空低速飞行优势外， Su-25在火力打击和防护能力等方面也相当出色。当然，介于其最大起飞重量不到20吨，相比 A10略低一些，所以其最大载弹量只有5吨。但是依靠平直翼的优势， Su-25攻击机仍然拥有多达10个武器挂点。Su-25在防护能力上的表现其实比 A10更为优秀。比如 Su-25攻击机除了在两台发动机之间设计有钛合金防护隔离钢板保护动力系统外，飞行员的座舱防护设计上更为优秀。除了在设计上设计了低坐姿舱位，使得飞行员能够更好地将整个身体容纳在钛合金制成的防护座舱外，而且就连涉及飞行驾驶的一些操纵驾驶拉杆都有额外的装甲和备份保护设计。同时 Su-25攻击机还有一个很有苏联特色的特点，就是其拥有直接从草地、坑洼地带起降的能力。这一点可以说迄今为止还未有望其项背者出现，而这一点恰好符合前线野战机场的生存能力。但是 Su-25虽然性能还不错，但是也有很大的缺点，比如缺乏射后不管的武器，俄罗斯的短程战术制导武器以激光制导为主，还有不少是激光架数的，需要载机持续照射。而美国老早就有红外成像制导的小牛了，虽然小牛偏大，但 A10的载弹量本来就比 Su-25大，可以部分抵消这个问题。而且现在有硫磺石，理论上可以给 A10用。只有一些电视制导的武器可以射后不管，但是电视制导的性能不如红外成像，而且武器和种类也不够多。
至于卫星制导，不知道俄罗斯现在有没有，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之前没实装，或许因为格格纳斯投入时间还不够长。按理讲这类系统没什么技术含量，应当很好搞定，所有的难度都在卫星体系建设上，并且 SU-25 的对地观瞄也很长。之前有人提到过，俄罗斯的先进的 SU-34 战轰对地观瞄十分拉垮，而本来打算从国外引进的先进吊舱渠道断了。这里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只有白光或者微光夜视，没有热成像，另一个是那个观瞄和 SU-25T 的一样，只有前方大约90度的视野，这进一步恶化了载机投放激光制导武器之后的允许机动范围，几乎只能依靠对着目标飞。就算是不算美国在精确制导武器普及程度上的优势的话， A10 在载荷航程、制空时间以及那门威力巨大无比的730火炮也有着巨大的优势。别看 SU-25 采用的是30毫米机炮，但在威力、射速等各方面根本不能与 A10 的730火炮相提并论。A10 采用了大展弦比、翼型非常厚实的平直翼设计，几乎是完全放弃了高压音速飞行能力，同时采用的发动机也是短粗的涡轮风扇发动机 TF34GE100 发动机，耗油率很低，气动设计与发动机的选取使得 A10 虽然飞不快，但是在中低速下的效率非常高。 A10 空重 9.77 吨，最大外挂重量达到 7.25 吨，最大航程达到4850公里，纵深攻击作战半径达到1000公里，执行2小时制空火力支援任务时，作战半径仍然能达到463公里。A10 的可靠性在实战的表现也十分优异，在一次实战中，一架执行任务的 A10 攻击机在被击中200处的情况下，仍然安然返回基地并完成降落。 A10 攻击机的机腹使用了厚度达到50毫米的钛合金防护板，能抵御苏系23毫米穿甲弹的直接打击，所以虽然 A10 已经服役使用几十年，但美军至今都不舍得将该机退役。美军中下层军官和基层士兵尤其反对退役 A10 攻击机。美国最新已经决定让 A10 攻击机服役到2030年之后。值得一提的是，在很多人看来，攻击机是冷战时期为了防御大规模坦克集群研发的专用机型。虽然这种机型的性能在很多次战争中都得到了检验，但是在未来，攻击机很可能没有必要再研发应用，尤其是在武装无人机技术取得很大的进展之后，很多人就认为攻击机这种机型在未来可能会被武装无人机取代。但是对于这个说法，目前全世界还没有定论。整体而言，传统攻击机的价值还是存在的。即便在并不遥远的未来，武装无人机也不能完全取代攻击机。作为全世界最早大规模应用武装无人机的国家，武装无人机技术实力最强的国家美国依然坚持使用 A10 攻击机的做法，也能说明一些问题。今天的视频就到这儿了，各位朋友认为未来的无人机会取代攻击机吗？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评论，下期见。